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坐在安全的冷气房里，享受着没有战火的日常生活，对吧？其实这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目前在国界以内所享受的安全感是理所当然，而且会永久存在的。我必须直白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幻觉。自从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种和平红利的气氛当中。大家天真的以为大规模的国家冲突已经成为历史书上的过去式，以为只要靠着经济贸易互相依赖就能保证永久的太平。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现在的和平很大程度上只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的旧秩序残影之上。而现在，这个世界的地缘板块正在快速且剧烈的挤压与改变。在今天的知识拆解中，我们就要来深入剖析一个非常核心的地缘政治议题，那就是和平的幻觉与欧洲统一军队的必要性。我们必须打破旧有的思维，重新审视我们对于国家安全和国防架构的认知。关于现代冲突的连锁反应，牛津大学辩论社的李利安·劳西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精准的观点。他说，在东方产生的一点火花，很快就会变成在西方蔓延的野火。这句话背后的逻辑非常震撼，也完全点出了现代战争的本质。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发生在几千公里外的局部冲突只是别人的家务事，对吧？但事实上，在现今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里，区域性的事件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升级成一场席卷这个大陆甚至全球的危机。我们来做个情境推演，假设今天在波罗海某个国家的能源管线遭到破坏，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花，但这个火花会在短短几天之内导致德国的制造业面临能源短缺而停工，接着法国的供应链断裂，最后整个欧洲的经济体系都会陷入混乱。我们早已经不再生活在一个可以把问题孤立起来的时代了。任何一点战略上的犹豫或忽视，都会让原有的主权和安全网络产生巨大的漏洞。所以，我们必须清楚认知到，现代战争早就已经让1945年的世界地图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无国界的战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代的攻击方式不再只是坦克和步兵越过实体边境，我们面临的是网络系统的脆弱性、能源供应的勒索，还有各种混合型的极限施压。为什么说是无国界呢？因为当骇客对鹿特丹港口发动网络攻击时，电脑病毒是不会停下来在海关让你检查护照的，它会瞬间瘫痪整个欧洲的物流大动脉。对于那些意图破坏稳定的敌对势力来说，欧洲虽然有27个不同的主权国家，但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攻击目标。既然敌人把这27个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攻击，那么欧洲继续维持各自为政的防御体系，绝对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像是你在面对一场全面暴雨，却只坚持打着27把破洞的小雨伞一样，根本无济于事。重点来了，这就带我们进入下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昂贵的主权税。我们来看看这种各自为政的现状，到底会让整个欧洲大陆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主权税。所谓的主权税，指的就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独立的国家军事决策权，而必须忍受的极度低效和巨大的财务消耗。这不只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名词，它其实是一个正在不断吸干欧洲资源的黑洞。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数字27来看，欧洲各国共享着同一块大陆，同一个单一市场，甚至可以说他们面对着完全相同的历史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非常明显的现象。但是，当面对单一且逼近的巨大威胁时，欧洲竟然依赖着27种完全独立的国家级反应机制。这就像是一栋大楼起火了，但大楼里的27个住户却各自打电话找自己国家的消防队，而且这27个消防局的无线电频道还互不相同，连水管的接头格格都不一样。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集体力量。而且情况在实务面上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得多。目前欧洲内部维持着将近30支在国家层级上完全分离的武装部队，这不只是数字上的多而已，这代表着背后有27套不同的军事系统，以及27条完全独立的后勤补给链。作为一个实战派的分析师，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官僚与后勤的噩梦。当真正的危机爆发时，军队需要的是极致的协同作战能力。如果系统不相容，如果零件无法互相替换，这支庞大的军队就会自我瘫痪。举个最真实的例子，
同样是北约标准的155毫米榴弹炮，因为各国在制造时加入了自己国家的微小规格差异，导致有时候 A 国家生产的炮弹塞进 B 国家的火炮里就是会卡住，或者无法达到预期的射程。这在生死交关的战场上，简直是不可原谅的低级错误。我们再来看看这背后的财务数据，这会让你更深刻体会到这种低效率有多么夸张。根据统计，欧洲每年在国防上的花费高达将近4000亿欧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4000亿欧元在名义上甚至超过了俄罗斯的军费支出，也足以媲美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军事强权。可是投入了这么多钱，欧洲所换来的实际军事能力却是非常零碎、非常有限的。为什么钱花这么多，拳头却这么小？因为庞大的预算被重复的研发给浪费掉了。27个国家可能正在同时花钱研发性能几乎完全相同的无人机系统，每个国家都要养一套自己的行政编制，建立自己无法规模化的小型生产线。这就像是27个人各自在后院造车，而不是集中资金开一家现代化的超级汽车工厂。更具体的说，为了维持这种效率低下的现状，欧洲每年等于要白白缴纳高达500亿欧元的主权税。请注意，这500亿欧元不是用来购买更先进的武器，也不是用来提升士兵的训练水准，它纯粹就是为了一种政治上的固执在买单。各国为了保留自己能够独立生产某项军备的面子，宁愿放弃规模经济带来的优势。我们从分析师的角度来思考，如果这每年浪费的500亿欧元能够集中起来，那能做到什么事？那绝对足以打造出一支全欧洲共用的先进无人机机队，覆盖整个大陆的统合防空飞弹网，甚至是完全自主的军事卫星通讯系统。在真正的威胁面前，这种资源的浪费是极度不负责任的。我们拿一个最真实的军事硬体来做对比，就能完全理解这种低效率有多么荒谬。在主力战车的部署上，美国的策略非常清晰，他们依靠的是单一的核心平台，也就是艾布兰主力战车，透过单一平台的规模化生产来大幅降低成本，并且确保所有部队的后勤维修、人员训练都能无缝接轨。反观欧洲呢，他们竟然同时生产和运作超过10几种不同类型的主力战车。如果爆发全面战争，这代表前线需要准备10几种不同的维修手册，10几种不同的零件库存系统。如果一辆法国的勒克莱尔战车在波兰前线抛锚了，旁边的德国技师可能根本无法修理它，因为这台战车在战场上瞬间就变成了一块昂贵的废铁。这种后勤上的噩梦，就是军事碎片化最致命的弱点。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必须看懂美国的战略转向。这把长久以来保护欧洲的安全伞正在慢慢收起，这让欧洲目前的防御状态变得极度危险。这个巨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宏观战略的根本性转向。根据美国最新发布的2026年国防战略报告，里边有一个非常明确且冷酷的定调：欧洲已经被标签为次要战区。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过去75年来，欧洲那种把安全防务全部外包给北约，实际上就是外包给美国的旧有模式，已经彻底死亡了。我们来进行深度的逻辑分析，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恶意抛弃盟友，而是出于纯粹的地缘政治算计。随着亚洲地区潜在冲突的升温，美国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拉扯到了极限，他们的战略重心正在无可避免地转向太平洋地区。美国的决策者非常清楚，他们无法同时在2个主战场维持绝对优势，因此欧洲不能再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一样，指望当危机发生时，华盛顿会永远把欧洲的安全放在第一顺位。欧洲必须要自己长大，承担起防卫的重任。既然美国战略转向，欧洲的下一步在哪里？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3个核心，欧洲天空之盾的成功。这正是强大军事整合的现实证明。欧洲统一军队的建立其实是唯一且最明确的解决方案。很多人可能会反驳，认为要把这么多主权国家的军队整合在一起，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甚至认为这会触发无止境的政治角力。但其实这种反对意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强大的军事整合现在早就已经在发生了。我们来看看欧洲天空之盾这个计划的实际运作机制。
一开始，欧洲各国的防空系统也是各自为政的，但是透过德国的倡议与领导，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有大约20个国家加入。他们成功地将各国不同的技术和装备，例如德国的系统、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甚至是以色列的防空飞弹，全部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数位神经网络与防御架构之中。这证明了一件事：将不同国家的军事科技与指挥系统融合成一个运作良好的整体，绝对不是什么幻想，这是一个已经成功落地的工程事实。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问题，来挑战那些怀疑论者。如果欧洲各国可以彼此信任，把保护我们呼吸的这片天空的责任交给一个高度整合的防空系统，各国愿意让自己的雷达与别国的飞弹连线运作，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彼此不能信任去共同防卫我们脚下所站立的这块土地呢？这种在天空信任却在地面不信任的心态，在逻辑上是完全说不通的。天空之盾的成功已经为统一的信任与实务合作建立了非常坚实的先例。我们继续聊下去。第4部分，团结才是真防御。我们从近期的乌克兰危机来看看缺乏统一指挥架构，在现实中到底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不够深刻。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就是对欧洲防卫体系一场最真实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了什么？在军事援助的重担上，美国依然扛下了绝大部分的实质压力。欧洲虽然在财政金援上贡献了非常多，因为欧洲绝对不缺钱，也不缺强大的工业实力。但是当需要快速做出军事协调和装备转移时，欧洲各国碎片化的官僚体系导致了令人窒息的延迟。我们回顾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当时关于是否援助豹2型坦克的争论。这是一款欧洲多国都有装备的优秀战车，但因为产权与出口许可的限制，各个国家陷入了长达数周的政治互踢皮球。大家都在互相等待，甚至逼迫要等华盛顿先采取行动之后，欧洲国家才敢跟进发放许可。当官僚还在会议室里争论时，前线的士兵却在付出生命的代价。缺乏一个统一的军事大脑，让欧洲在关键时刻的反应速度远远落后于战场上的实际需求。我知道，许多反对欧洲统一军队的人，内心最深层的恐惧是失去国家主权和抹除国家认同。他们害怕军队整合后，法国就不再是法国，波兰就不再是波兰。但这其实是一个完全倒果为因的错误认知。建立一支强大的统一军队，根本不是为了消灭各自的国家认同，相反地，它是为了打造一面坚不可摧的钢铁盾牌。我们可以拿北约的建立来做个历史相似案例的对比。当年欧洲各国加入北约时，也必须放弃一部分单方面的军事自主权，将部队交给北约指挥架构。那么，这些国家的文化消失了吗？完全没有。他们的文化与认同之所以能够延续，正是因为他们在严密的军事保护下存活了下来。如果国家被征服了，任何关于主权的讨论都只是一场空谈而已。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必须回到军事战略的最基本面。我们建立军队的终极目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渴望战争，或者想要主动挑起冲突。历史上最有效的国防策略，永远是建立在2个字之上，那就是威慑。我们整合资源，建立一支统一而强大的军队，是为了让它具备无可争辩的实力与可信度。当你的防御体系毫无破绽，当你的后勤统一且反应迅速，任何潜在的敌人都会清楚知道，发动攻击的代价将会大到他们无法承受。建立军队是为了让所有人都不敢轻易开启战端，这才是真正维护和平的最有效手段。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现代无国界战争与混合威胁已经让欧洲碎片化的防御体系完全失效；第二，每年浪费的500亿欧元主权税，以及美国战略向亚洲的转移，迫使欧洲必须立刻进行深度的军事整合。第三，建立统一的欧洲军队不是剥夺国家主权，而是透过强大且实质的威慑力，在巨人的世代中真正保护国家的生存与和平。
总结下今天的重点，欧洲的碎片化防卫已无法应对现代无国界战争。建立统一军队不是剥夺主权，而是透过强大且实质的整合威慑力，真正保护国家的生存与和平。唯有团结，才能在巨人的时代中确保主权，让和平不再只是幻觉。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期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